轻型反战车榴弹发射器是苏联研制的单兵肩托式反装甲支援武器。从阿富汗到索马利亚，从车臣到安哥拉 ，RPG 和 AK-47同列为20世纪步兵武器之王。以可靠性、结构简单、坚实耐用、使用灵活方便、价格便宜等优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西方国家的军队或者反政府武装部队、步兵及游击队都广泛使用 RPG。现实所提及的 RPG 一般是指当中最为著名的 RPG-7。RPG 由火箭助推反战车高炮弹、反人员用空爆燃烧弹或普通破片榴弹和可重复再装弹的带握把筒状发射管组成。部分型号采用用后即抛的一次性发射管，不能重复装弹。特点是轻便、造价低廉、操作简单而火力强大，被称为步兵大炮或迷你大炮。RPG 发展于19世纪，早期的引火发展方式是采用成型装药。1944年，苏联广泛测试了新的反战车武器，包括德国的铁拳火箭筒和美国的巴祖卡。他们决定自己设计，结合所有这些的最佳特点，最初被称为 LPG-44， 以制造的开始日期命名。它的目的是比铁拳火箭筒更小、更轻，但像火箭筒一样容易重新加载。它的 PG-70 弹头是一个热缩轮，以其最大宽度70毫米而命名。到1944年底，发展基本完成，更名为 RPG-1， 其中最成功的版本 PG-7， 1961年开始在红军服役。自此之后，世界上超过40个国家的军队都有装备 RPG-7， 甚至在多国已制反政府武装都有进行仿制。RPG-7 比较特殊，是因为它除了第一级无后坐力炮原理的推进药管以外，还在弹体中部有一级完整的固体火箭。喷嘴位置比较特殊，被设置在弹体正中间，在第一级药管起爆并赋予榴弹初始速度离开发射管一定距离以后，第二级固体火箭被点燃，使整个榴弹达到最高飞行速度300米每秒左右。这种无后坐力炮加火箭弹的结构是非常少见的。由于这种武器几乎完全不会产生后坐力，所以能够使用更大口径的炮弹。此外，由于发射管无需承受常规火炮的巨大膛压，因此可以造得很薄很轻，大大减轻单兵协行负荷。不过从炮尾喷出的火药气体非常危险，所以在密闭空间内使用 RPG 是存在较大风险的。装配穿甲高炮弹头的 RPG 非常适合摧毁装甲薄弱、防护力低下的交通工具，例如高机动车、运输车、装甲运兵车、轻战车，甚至直升飞机。对低空飞行的攻击机等也可以带来杀伤。经典的战例如1993年美军在摩加迪休巷战中，因 RPG 接连损失2架黑鹰直升机，因此更加为反抗组织或恐怖分子所青睐，视之为回报率极高的武器。此外，改装空爆燃烧弹的 RPG 则适用于消灭躲藏在地面建筑物、碉堡或地下掩体的敌人。RPG 极高的通用性和改装性，使得它不仅仅是一款纯粹的单兵反战车武器，而是一门灵巧多变的步兵支援大炮。但 RPG 并不是一本万利的武器，由于发射的火箭弹结构特殊且头重脚轻，非常容易受到风的影响，精度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降低，通常需要靠近接敌，大量发射以求命中，并且在未加串联弹头时无法应对反应装甲。而 RPG 火箭弹头一旦触及到反应装甲，会触发装甲内嵌的火药引爆，利用装甲爆炸的反冲力减少火箭弹头的贯穿力，造成直接伤害。早期的引线也不甚可靠。1968年1月，越南顺化战役中，曾有一辆 M488吨战车被命中120发 RPG 仍在战斗的事。在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中，也有挑战者2式战车在单场遭遇战中被击中70余发 RPG 仍然能安然脱离的记录。造成如此低下的起爆率的原因是，早期生产的火箭弹装药在长时间放置后会产生大量酸性物质，这些酸性物质会严重腐蚀脆弱的压电引信及其导线，使得火箭弹失效。这个问题在改进装药配方及换用更可靠的引信后得到解决。到了1980年代 ，RPG 已经达到了能在水平角20度的平面上引爆的能力，但威力已经不能应付更高的倾角，如梅卡瓦主力战车的手上板角度。无论如何，作为一款高度实用且价格低廉的单兵武器，和 AK 系列自动步枪一样 ，RPG 在问世以来至今的国际武装冲突和不对称战争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